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今天呢，我们又见面了哈。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学习《地藏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讲到阎罗王众赞叹品第8品。这时，在大铁围山里，有无数无量的鬼王与阎罗天子也来到了忉利天宫，听佛陀讲经。鬼王们都来了，其中有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争鬼王、白虎鬼王、血虎鬼王、赤虎鬼王、散殃鬼王、飞身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诞寿鬼王、复食鬼王、主号鬼王、主祸鬼王、主食鬼王、主财鬼王、主畜鬼王、主禽鬼王、主寿鬼王、主魅鬼王、主产鬼王、主命鬼王、主机鬼王、主显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奇力狮王、大奇力狮王、奇力叉王、大奇力叉王、阿那扎王、大阿那扎王等大鬼王，还有成百上千的小鬼王，各有各的工作与上司。这些鬼王和阎罗天子承蒙佛陀威神之力和地藏菩萨的神力，来到忉利天宫，恭敬地在会场的一侧站立。这时呢，阎罗天子鬼王和阎罗天子不一样哈。阎罗天子他的境界在这个鬼这个世界之中是最高的领袖了。阎罗天子恭敬合掌下跪向世尊说：世尊，我欲各大鬼王今天有机会到这忉利天宫来参加大会，这也是我们获得的善根和福利的一次大好机会。我现在有个小疑问，想请世尊慈悲开示。佛回答阎罗天子说：你随便问吧，我来给你解说。这时呢，阎罗天子礼拜了佛陀，又回头看了一眼地藏王菩萨，然后对佛说：世尊，根据我的观察，地藏王菩萨在六道中长久以来不知疲倦地任劳任怨，用无数的方法去救度那些因造恶业而受苦的众生。这是因为这位大菩萨有不可思议的愿力和神通力才会这样。但这些众生一旦脱离了恶道之后，可是没过多久就又掉回到恶道里去。地藏王菩萨居然有这么不可思议的神力，为什么众生不能永远地安住在善道里呢？获得永远的解脱呢？但愿世尊能慈悲地为我解说一下吗？佛告阎罗天子说：地球的众生
由于过去的种种业力因缘，他们的不良习性非常的顽固，很难纠正啊。地藏王菩萨在旷久以来，无数次的救度他们，希望他们早得解脱。这个罪人甚至掉入了大地狱中，地藏王菩萨还是尽其所能，以种种的神力消除他们的根本罪业，并使他们明了过去世的事情与因果关系。可是这芸芸众生啊，长久恶习太重，出出入入啊，就是在地狱和非地狱之间出出入入的，劳烦地藏王菩萨就永远的得要去反反复复的去救他们。这就好像有人迷路了，找不到自己的家了啊，就误入危险之路，在那里有很多这个妖魔鬼怪，还有许多野兽和毒虫，那么这个人就已经进入了危险的地方，随时都会被毒害。正好在那时啊，有一位善知识，善知识就是一位善良的好人啊，善知识不是专指某一个人啊。正好在那时有一位善知识，他呢有较高的法术，又擅长呢解毒，而且又能有本事去对付那些夜叉恶鬼啊，还挺厉害的啊。善知识正好遇到了这位迷路的人，这看他正要误入危险的这个地区啊，就提醒他：喂，这位朋友，你为什么要走这条道呀？哎，这里很危险，你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去对付那些恶毒的妖魔鬼怪吗？啊，很善意的去提醒他呀。这个迷路的人听善知识这么一说，才知道这条路是很危险的，就赶紧止步，恳求善知识带他脱离险道。善知识就拉着他的手，带他走出险道，回归正路，得到平安快乐。而且善知识对迷路的人说：以后啊，千万别再走这条路了，这条路进得去出不来啊，会遭受种种的毒害，还性命难保。这位迷路人心生感激呀！在临别的时候这位善知识又说了：如果你见到你的亲戚朋友，甚至陌生的过路人你要跟他们讲，这条路是非常的凶险，毒蛇猛兽、妖魔鬼怪太多了，进去就会丧命的，千万让他们别自寻死路。好，在这个时候呢，佛又回到了现场再说给阎罗天子因此呢，地藏王菩萨大慈大悲，救度众生脱离苦难，让他们转生为人道天道而享受安乐。这些众生呢，了解到恶道的苦难之后，一旦脱离，就希望永远不要再进去了。就好像我刚才比喻的那个迷路的人那样，这个误入险道后，遇到善知识将他们接引出来，永远不要再回去了。如果遇到他人要误入险道的时候先也要去劝说对方千万别进去，还要讲述自己曾经迷路了又得到帮助、得到解脱的自己的故事，还要告诉对方。如果有人还敢走这条恶道，那是他们不知道有这么危险，乃至能丢了性命。如果又掉入到了恶道呢，地藏王菩萨还会想方设法的来解救他们，让他们转生为人道和天道。可是
他们又很快又回到了恶道了。你看刚出去不久又回来了，弹指一挥间，又回到恶道。哎呀，真是可怜，不知怎么回事。如果造下的业很重，会长久的困在地狱，没办法解脱，没有解脱之日。佛讲到这里呢，这时有一位叫做恶毒鬼王的合掌恭敬，也有对佛说：“世尊啊，我们这些鬼王啊，无数无量，在地球的世界里头，有的呢，就是说他们这些鬼王们有的是帮人的，也有的是害人的。因为我们过去的这个因果报应使得我们鬼怪的这个家族呀，凡是走过这个世间呢，就是都是这个作恶多行善少。他知道鬼都是这样作恶多，行善少。但是当我们这个路过有人家还有城市乡村的时候呢，只要看到有人做一丁点的善事，或者是悬挂供佛和佛经的那个经幡供佛的那个伞盖，或者是对佛像敬一点香花什么的来供佛菩萨像的话呢，或者是诵读地藏经还有呢上香供养本地藏经当中的哪怕是一句话或者一句寄语，我们这些鬼王都会恭敬这个人，形同于恭敬一切佛那样。还有这样的一个秘密我们命令小鬼们要各显神通，还包括命令各地的土地神们去保护这些人不让那些坏事横祸什么恶病横病甚至不如意的事来靠近他们家，这些坏事更不会进他们的家门。佛呢这时就赞叹恶毒鬼王说：很好你们和这个阎罗天子阎罗天子是他们最高的长官首领你们和阎罗天子能这样拥护这些善男子善女人们，我也会告诉梵天王和地释天王，让他们也来保护你们。他们有善心来保护做一点点慈悲善念的这些人虽然这些人还是有罪，虽然做一点点善事一点点这种慈悲的供养，这些鬼王们鬼族都会把你当佛一样的敬重。你看这真是神奇这些鬼王也都是挺慈悲的，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秘密吧那佛呢就说你们既然也这么慈悲，那我呢也会给你们更大的好处，我也会请地释天王等等这些天王也来保护你们这些鬼王和鬼的这些首领们你看这多好说这话时会中又有一位鬼王，名字叫主命，大家记住这是主命鬼王，这个可不一般主命鬼王恭敬对佛说：世尊，以我过去种种因缘现在掌管地球人的生命，无论是出生还是死亡，都由我来掌管。你看多厉害大家知道谁在管我们的命从出生到死亡都是他管。我的初心呢就是想去帮助这些人，但是这些人这些众生呢不领我的情，不领会我的本意，以致闹得出生和去世的时候都不得安宁。这是为什么呢？人类在将要出生和刚生出来之后呢，不论生的是男还是女，家里呢都应当做种种的善事，为家宅增添福祉，让这些土地神欢欢喜喜地保护生产的母子，得以平安产子，全家安乐，并且都得福报。大家知道了要去恭敬供养这个土地神你住在哪里都有土地神，我们北方也叫土地爷生下孩子后的这个家庭就千万不要再杀生，
来给产妇什么进补啊，什么杀鸡宰羊之类的，给产妇进补，这个可以用别的食品，就不要去杀生，更不要请一大帮亲戚朋友来大办酒席，饮酒吃肉，做各种的什么吹拉弹唱的娱乐表演，这样呢会令个母子不安的。为什么呢？因为女人就是生宝宝的时候啊，会有很多恶鬼都想来吃那个腥血。我早就命令土地神来保护这母子，让他们得到平安快乐。像这样的人家看到母子平安，就应当供养答谢土地神，这是主命鬼王安排的可是他们聚集亲属，大吃大喝，杀生害命这样的结果会使母子受到牵连而悲业的。人在临死的时候不管他是善人或是恶人，我都希望他们不落到恶道。更何况有些人还是这个修行的善人，这样的话呢，我就更容易帮助他们了。即使是行善的人，在他临命终的时候，还会有很多恶鬼变成他的父母、亲人等来接引他，带入恶道。更何况本来就是有罪的人呢。世尊，人在临终的时候是不清醒的，是昏昏沉沉的，他分不清什么善恶，是既听不到又看不清楚那个是一种昏沉的状态，比喝醉酒还难受根本啥也听不见看不见。所以在这个时候亡者的亲人应当要为亡者做大功德、大供养诵念地藏经，诵念佛菩萨的名号，这样的功德能使亡者就是去世的人脱离恶道，一切邪魔恶鬼都会离开。世尊，一切众生在临终时，如果能听到一尊佛的名号，一尊菩萨的名号，或是能听到大乘经典中的一句话、一句偈语，我看这样的人那些小的罪恶业立刻就能解脱。但是除了犯了这个五无间地狱的大罪之外，接下来呢，佛告诉主命鬼王说你真是发大慈悲心能发这么大的愿望来保护人类的生和死的时刻，希望在未来若有众生生死之时，你呢一定不要退转你这个慈悲的大愿，使他们都能够得到解脱永远得到平安快乐。鬼王就对佛说：世尊，请您不要担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好好保护众生使他们无论生死之时都能得到安乐，就是无论是生和死都要保护他们的希望众生能在生死之时相信我的话，那么他们一定就能得到解脱获得大的利益。这时佛对地藏王菩萨说：这位主命的大鬼王曾经在百千世中一直做大鬼王，在众生的生死之时保护他们。正是这位主命鬼王大菩萨有这样的慈悲大愿，才化现为鬼王。实际上他并不是鬼，他是大菩萨来着。从此以后再过170个大劫之后呢，他将要成佛的，他的佛号就叫无相如来。佛所住世的时空叫做安乐，佛所住世的那个世界呢，叫做净住。这尊佛的寿命是无量无数的就是永远的。地藏王菩萨
这位大鬼王的事迹巨大的不可思议呀，他所度的人天大众也是无量无数的。第8品圆满。师父好，那在这一品中呢，首先有一个新的人物出场哈，就是这个阎罗天子，请师父给大家介绍一下阎罗天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阎罗天子呢，就是掌握生死大权，他掌握尤其是生死凶吉好坏地位富贵还有因为主生的话。说这个人投胎，他会计算根据这个人的福报，他应该到什么样的人家，享受什么样的好和坏的福报。比如说这个人的功德少，就会投生到苦差贫弱或者残疾战争等这样的环境中去。这个人一看，这个是有功德的人得大富贵。比如说人为帝王为这个皇后贵妃大富之人呢，都是由他说了算，所以是掌握6道之中最大权力的这样的大首领。师父，阎罗天子他提的这个问题，也是我心中的一个很大的感慨和疑问呢哈。好不容易地藏王菩萨把众生从恶道里救了出来，怎么一会儿又掉回去了呢？那怎么样才能更根本上能够清众生的这个业力？希望师父能够再为我们来讲解一下。我也是在思考，佛也在回答，说这个众生这个那种执着和那种他用的那个词叫坚强，是吧？刚强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啊？刚强呢，我可以叫做顽劣不化。比如说一个人爱抽烟爱喝酒多少人在表示着说不行我抽烟抽了30年了，但是你看那个香烟盒上都印着那些因为抽烟导致的什么癌症可是抽烟的人呢，看那像没看见一样抽，他知道这个有病，但是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呢？我习惯了，我戒不了。人生谁不会死呢？真的会那样吗？会得癌症吗？可能是那个人不幸才得了癌症，得了癌症是抽烟造成的吗？他们会这么有一种叫侥幸心理的想。那再就是喝酒，还有吸毒，还有一些南方人吃那个槟榔。我一开始到台湾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干体力活的偏乡下一点的这个一些台湾人呢，经常搬着东西的时候停一下，他就吐一口血。我一开始我觉得哇，怎么台湾人都吐血呀？你看把人累的最后他说不是，你不用怕，这是一种东西，一种叫槟榔的。他这么就给我讲了一下。后来我发现说很多地方那种小摊小铺卖槟榔，而且有各种口味的当然到现在我都没有尝过一口这个槟榔到底什么样。后来呢，我就在台湾认识一位医生呢，他给我看了个资料，就是都是因为吃槟榔来看这个嘴巴的，很多长喉癌，甚至下巴的骨头、牙齿都拔了。那个手术非常严重，我整个脸都变形了，就是因为长期大量吃槟榔之后而引发的一些病症、伤害。但是他们说，就有的是做完这个大手术还继续要吃槟榔，所以这叫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习惯。所以为什么说人有了不同的命运呢？有的人就能做成点事读了很高级的书，成为博士，成为教授或有
很好的科研成果，或者因为这个高学历找到一个好工作，对不对？这样更轻松的养家糊口。那么有的人说多读书，只要多读就能考上大学，我就不多读；只要运动就能减肥，我就不减肥，我就不运动；只要是勤快就能致富，我就要偏懒惰。你看，都不是和别人在作对，其实都会要和自己的各种的弱点在作对，对不对？我还发现就是说，比如说我教大家这个八卦内功，但是如果他给我们某位同修，或者他在外面学了一点点与八卦武功相关的这个知识的时候在我们的纠正他难喽。你屡教不改，说哎，你看你这个手这个姿势不对再正一点，再正一点，好吧？你说的时候正过来了，都标准了。等你一转头，第二天一看它又回去了，像弹簧一样又弹回去了。就一个小小动作的差别，我们花上150天都纠正不了它，就这么难。一种人叫做我执，当我好不容易学到了之后，我很难自我纠正，我就是对了，就这么着吧。我认识一个，他父亲在中国做房地产，他到法国留学，留完学学管理嘛，学管理呢，本来4年，他学了2年，他说我不用学了，我都懂了。他说我觉得我父亲那一套太陈旧，太愚昧，而且他没文化。他说我有现代化的管理知识。哎呀，管理就是那么几条东西，我弄懂了。我回去准备把他这个地产公司到纽约上市，我还整得更大。我还弄一个地产王国，我还弄成在我们那个省弄成最高级的住宅区，1家1个保安，1家2个电梯，反正是想的特别好。我在我那原来也养孔雀，你养凤凰算了也，反正想的确实挺好的，我还弄成这个美食王国，有钱嘛，反正做梦妄想法国大餐我也吃了，再结合上我们的省的餐，是不是那个中法结合美食王国，我还弄汽车王国，我还弄这个现代跑车这个拉力赛现在不是倡导运动嘛，弄我们省的这个中法这个马拉松回去不用拿多了，只拿了500万人民币先弄一个美食连锁店，想的特别好。我们不要奢华的不要奢华的。你看麦当劳嘛，那么简单，弄一个。之后呢，第一个做了之后，他爸和他儿子一起给我视频打电话，这做的还不错，做的还不错。我们开张那天来了好几百人，他爸叫谁敢不来关键我听1个礼拜之后还没人来去，所以挺好的。那天礼拜天去4个人礼拜一呢没人就这样。但是就不知道怎么师父打电话，就是不是报喜是报忧。他为什么平常没人呢？我说你是太贵了还是太便宜了？这不贵呀，20美金一个套餐了。20美金一个套餐吃啥呀？就类似肉夹馍配碗汤，就类似这种感觉的东西。好，谁定的价钱？儿子，所有的设计儿子。那个端东西的碟子是镀银的茶杯玻璃要鎏金服务员全从法国制的那个制服明明是中国土餐，一定从法国订高级的那个餐，那个制造的那个机器。他儿子说，做大生意不在于一朝一夕的成败，我一招不行，我要开7个连锁店，说不定就赚了。我说结果呢？说已经又开了2个了，那2个也赚吗？不，每个月都赔几十万而已。他老爸气的，我看着嘴都绿了，就在那样，以失败告终。完了，他儿子找一个大师会算命，去五台山，完了说，大师说你不适合经营食品。他说爸，我经营地产了。我经营地产，我把你的地产改成地产王国，肯定会亡国的。你要经营，肯定要亡国的是。他爸说算了吧你，孩子你还年轻
不管土洋是吧，能做好事情，这是真理，这就是王道。所以儿子犯了什么错误呢？傲慢自大，佛门的说法叫做我执。你读了几篇管理学的这个概念，你以为从高级的学校毕业的人就都能，比如学管理的人都能会管理和能发财吗？不一定呀，真的不一定。傲慢的人都是因为我执，我的就是对的，我就是最好的，我就是最正确，谁也别说我，对不对？就我刚才说去法国留学这个家伙，他太低估他爸爸了，他还没挣钱呢，就已经先否定了他爸爸的功劳。如果同样是拼杀，你也是来自于贫寒的地方，说不定你是成功的，但是你确实没经历过贫寒，你怎么会有那么一种冲动呢？才成就了那一番伟业呢？你是没有的，你这块是空白的。在台湾有个姓蔡的大老板，今天是首富级的啊。那当年他父亲都是在台湾一流的富豪啊，留下他一大笔遗产。可是他还是高估了自己。他出手做了第一笔生意，立刻被人拉下马来，又违了法，关进了监狱。关进监狱之后，要把他父亲留下的遗产全赔进去都不够，在监狱关了几年。这个几年期间，他天天要打自己的脸嘴巴掌。之后在醒悟过来之后，还要健身运动，买书，买怎么样做生意，怎么样经商，怎么样去做好一个人，成就一番事业。7年以后从监狱出来，再也不敢狂妄了，他自己也改了，从此重新做人。10年以后，又成了首富级的人物。到今天，那些媒体想去找他聊聊天，想把他去登个报之类的，他都是拒绝的，不要，这才叫真低调做人。但是全台湾人知道他是超级富豪，对吧？你要经历过那样的苦难，你才知道那样的痛，对不对？你到满天下都知道你是个名人富人，都和你巴不得往来的时候，等你一走出监狱之后，发现借1块钱都难的时候，你原来的好朋友一低头就过去，都不理你，不认识你的时候，原来欠你的债的人，你帮过的人，你向他去借钱的时候，人家都不见你，都不认识你的时候，这样的痛苦才能使你重新思考怎样做人。我们说是众生为什么进了地狱又跑到了天国，都是天国又跑到地狱呢？他忘掉曾经的失手，忘掉自己倾家荡产的那种痛，说哎又发达了，念念佛拜拜佛，让自己心稳住的时候，哎又发财了，又发财之后，发财惹来的诱惑就多了，那种我们就上当了嘛，对不对？师父，那接下来呢，就是在经文里面讲到了，为什么人只做了那么一点点的善事，鬼王都会这样的恭敬他，就好像恭敬一切佛似的。希望师父能为我们开示。普通大众都是以叫自我为本，比如说我要好吃的、好看的、好用的、香香的、美丽的贵重的，是吧？大房子、好车多多的钱漂亮的身材、美丽的服装、荣耀的头衔，是吧？甚至是漂亮的眼镜贵重的手表这一切它的价值产生在哪里呢？是产生在我要、我喜欢、我有钱买、我带上它就是让我好看，都是以我为本的。好吃的时候我吃，所以这就是众生相和众生的心，都是叫我要。佛告诉我们，凡是追求我要者，就是叫做小我，就是小小的一个我。小我的好处是什么呢？叫做贪得无厌。坏处是什么呢？
不能解脱，不能成就，不能做大生意，不能成为伟人，更不能成为圣人，更发不了大财。发了大财也是那一时的，过后会在此生会耗光。所以有很多世界超级的一些企业家，很多他可能最初经营事业的时候，就是为了我赚钱，我要生活，我供我孩子读书，很好的生活环境，这可能是最初创业的时期，对吧？但到后来呢，当有钱之后，他不断的修行呢，像跟我这样的人啊，跟一些佛门的师父们学一学之后呢，就开始说我要利益众生。觉得企业家还要利益众生，对呀，我要让众生能够享用我的产品，我要让跟我来干活的我的公司的这些员工都能养家糊口。那一位在全世界的高级机场之中卖奢侈品的那个大老板查克芬尼先生，他光低调的捐款，向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捐款，都超过了100亿。微软公司老板比尔盖茨先生，他们成立的那个慈善基金，也听说是超过100亿，再加上其他企业家的巴菲特他们的赞助其实他们真的也是在做世界大慈善。日本有一位传奇的企业经营之神稻盛和夫，他把这公司经营起来之后，他得了多少股票啊？他把这些股份和钱分给他的员工们。当一个企业家学得佛法之后，他一定要去利益众生，所以日本人就把他这一点就成为了经营之神。我相信都会有人在家供他的像的，不得了。所以呢，我们要有那样的一种叫做公心。刚才那个小我呢，就叫私心太重，都是我要，要有一种公心，就是我愿意付出，我给，这叫公心。公心越大的人，做的事就越大，而且这个公心也是脚踏实地的。你做一点小的供养开始，原来就是我一定都是我要获得的，现在呢，我去哪怕去供养是为了自己得利益吧，还是一种叫付出行为。这就是一个人本性的转折点。过去就是我要，现在就是我给。虽然我的给中也有一种交换和贪欲的心，对不对？但毕竟在我给。从第一次给人给一口饭吃，斋戒人给一口饭吃，给出去1块钱的帮助，对不对？将来之后你发了大财，就可能捐1个亿，是帮助1亿个人，这个就有可能了。这个可能就是从第一次的这种布施供养开始，这是一个人整个命运的转折点。佛说我能成佛，众生皆能成佛，就是说你从今天开始去布施，去利益众生，从开始供养我开始，对不对？做一丝善事，可能你就是明天的佛。所以为什么鬼王马上就来呵护我？别看今天这个人只捐了1块烧饼1块钱，今天他也很贫穷，也还挺自私，全身还是毛病。我们看到他10年20年之后已经获得最高成就了，他可能成了这样的一个伟人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鬼王他是神级的这个神已经看到了未来你的命运的转向。所以今天恭敬是普通人，他看到未来的你，就是我恭敬的是你这尊佛呀。在经文中也有讲到说，生下孩子后千万不要杀生来给产妇进补，更不要就是请一大帮人大吃二喝吹拉弹唱的这样的这对母子都不好。要为孩子庆生嘛，那怎么样做才是最合理的呢？我想请问，除了这个肉食荤食之外，其他素食当中有没有可以补养产妇的身体的？有啊，小米粥，红枣、豆腐、熬糟就是酒酿之类的。醪糟、酒酿，是红枣，大家千万别小看素食素食当中有大补人参算素的吧，大补吧，是吧？光补的食物太多了，这连红枣都是补，对不对？
所以大家今天也不难，买本书或上网搜一下，有很多素食，它补起来比荤食还厉害。哎，这是非常补的，就是恰当就好了。其实请示一下老人家、老奶奶之类的都懂。佛说呢，你不要为这件事儿去杀生。你比如说，你本来就喜得贵子是个喜事儿吧，可是你杀生，比如杀生补这个产妇啊，杀生来庆祝孩子的降生，这个呢就是给产妇和这个婴儿呢增加了罪业。所以大家去听就好了，就照着做。特别喜欢什么呢？我们这个素婚礼哈，哎，是不是在台湾好几对菩提同修借我们的禅堂做婚礼，对不对？而且请客吃饭全是素的，哦，这个真好。不要因为我们结婚，我们的快乐喜悦而建立在众生的痛苦之上，对不对？哎，就这样的真是好。那么说已经杀生，说孩子的生出老大来了，这怎么办呢？我们后面还有方法，比如说供经啊、念佛呀、供灯啊、布施啊、供养啊、塑佛像金身呢、印经典呢，很多弥补的方法是可以改正的。因为众生无明就是无知嘛，因为无知我们犯了这个错误，对不对？所以呢，我明白了之后呢，就尽量学会忍耐和提醒自己不要犯。这部经典读完之后你还去犯的话，那你是胆子比天都大，哎，就不要去犯。你要怕你犯没关系，你抽空你就读这部经呢。所以既然做了错事，错事不光是在这一个方面嘛，我们人生之中有很多做错事的可能，对不对？所以我们首先有一个改正的心，要忏悔，就是我不再犯，好吧？包括我说，比如说吸烟呐、饮酒呀、吸毒呀，还有哪些臭毛病需要改的，你在佛前发誓，也不要说我再犯剁手指，不用说我不再犯，自己的精神告诉自己这是有罪的，这是伤害。所以要有这样的自觉自律的这个能力，这才是真正的英雄。经文里边讲到的就是说，即使行善的人命中的时候可能都会有很多恶鬼变成他的亲人来接引他带入恶道那何况本来就有罪的人可能更有这种情况了。请问师父，那亲人临终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做呀？不会受这个诱惑，不入恶道呢？在后面他又讲解那不是你要供佛呀、供花供香供这部经典呢，是吧？或者诵念诸佛菩萨的名号、佛号、菩萨名号，对不对？这些都是一个能得到自我救度的，或者是能够让真正的佛菩萨来显相接你的这样的这种可能的机缘其实呢，这个问题我也仔细思考过。有时候我们一个人，尤其到临终的时候比如说又病歪歪，而且能量都耗尽了，就是没有能量的人，你的大脑是不好使的。尤其是临终的时候临终的时候人就是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见的，而脑子里头嗡嗡的响所以哪有那种清净来思考判断谁是真的假的？你都没有这个思考判断的能力，连这一点点微弱的这个能量都没有的，那怎么办呢？全凭的是你的功德福气这是最重要的根源。那么第二个，其实这个佛能够真显现给你的时候，实际上是你的功德嘛。那么第三个我所知道的是你所拜的师父给你的护身的法器或者是师父的相片。这无论你是说去世的时候将来是土葬还是火葬，反正你在临终前你身上有这个师父的照片，有佛像，还有呢拿着这个法器尤其是我们为什么专门也做了木质的一些法器从这个佛珠金刚杵、金刚诀是吧？甚至是菩萨佛牌这些你带在身上，谁都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这些木头的可以跟着你一起
无论是吧，这种火化的葬啊，还是土葬，它都是很方便的啊，可以伴着你，这样它就能够保护你，不会有那种就是恶的那些鬼呀、魔呀来面对你。我们希望真正学佛的弟子啊，尤其是跟我来学习的菩提弟子，你到走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这个假象，都是真正佛菩萨来接引你。我记得上次也有人问到，就是我能不能说在往生的时候，或者亲人穿菩提的这个衣服，至少3件以上。所以就是有一天病重那一天啊，要走了啊，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我觉得呢，你穿咱的这些衣服，对你只有好处啊，佛菩萨会认的。你身上带着我们的任何一件法物，我相信这些恶鬼和那个引诱你的那个邪魔都不会赶来啊，这就是我的加持与祝福。如果你有请我们这个木质的啊，桃木做的这个金刚杵、金刚诀哈，这个左手持金刚诀，右手持金刚杵，你到人生路上圆满的时候，你的家人就这样，你也提前告诉他们，握到你的手里去啊，就会更好，好吧？这些邪魔的东西就不会来了。还有一些网友还是问到一些跟自己相关的问题哈，也请师父也解答一下。如果弟子有时候会梦到已经往生的亲人们活着的时候的生活情景，那醒来之后是否需要为他们念佛做功德呢？首先这个问题特别好，你如果梦到了为他们做功德哈，我觉得第一个你是一个孝顺的子女啊，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有时候你很难解读它是不是一种需要才到你的梦中来。鬼魂到你的梦中来都是有原因的，都是有原因或者有需要的。对，像这种呢也没有什么不吉祥的那种画面哈，而且就像活着的时候生活场景的时候呢，通常是叫思念。当思念你的时候，我建议你给他做功德。为啥呢？他总出现你的梦中，你就会大灾就会来了，你的大病将至啊。还有一个网友问的说，我总梦见去世的人和我躺在一起，非常麻烦，非常麻烦，那要做大功德呀，这个大事儿就来了啊，所以要小心。感恩师父。不客气。师父，那么也有一位网友，外公外婆去世很多年了，有一次呢，他就梦见他外公外婆的家里挂着西方三圣佛，生前他们是没有信仰的，但是他们很刚正善良。师父，请问这是好寓意的梦吗？好，因为他梦到外公外婆去世多年的哈，来到他梦中，还梦到他们家供着西方三圣的这个像哈，我觉得一个是可能是现在他的后代做的功德，把他们已经超度到那个地方去了，可能前头有供灯啊，超度的这个部分已经去了，给他直接显像告诉他，让他放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可能。好事儿这是。请问师父，我父亲几年前往生，然后我为他在禅堂点灯啊，也有在其他的庙做超度。有一天呢，梦见我父亲站在各种大红苹果树下，问我是否可以摘果，我说可以，然后我父亲对我微笑，于是梦就醒了。请问师父，是我父亲转生了吗？就是你的亲人去世的亲人在梦中，他给你传达的信息哈，是梦中所有的内容。有很多的问题他不是直白的讲，因为他已经成为了灵魂体啊，或者是已经在地狱受苦，或者是已经转世了，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他在给你传达的讯息的时候，就很少用人的语言，但是在梦中的这个场景就是语言，你要解读。所以一个是他在禅堂为他的这个父亲这个超度点灯了，那么第二个，他梦到他父亲站在这个大红苹果树下啊，问我是否可以摘果。
这件事情就是叫好结果。还有平安，他希望父亲的转世就是平安转世，红苹果呢叫鸿运当头，富贵吉祥。所以恭喜你，父亲呢已经转生了，并且是富贵吉祥的人家去了。那还有一个网友呢，他问他说：“我的父亲呢去世快3年了，几个月前，我的大姐做了个梦，梦里父亲躺在一间寺院里，他叫我大姐替他净化身体。那我听到以后，就在禅堂点了1年的灯，希望我的父亲能够得到净化。那也请师父解释一下。这个梦我觉得挺直白的哈。首先是躺在寺院里，这是个好事，但是到底超度走了没有不知道，这是第一。第二个，叫他姐为他净身这个时候就是希望这个父亲希望通过他传话给他姐姐，这个女儿你要去帮父亲做功德呀。净身的意思就是我身上有债呀，有业有债，就形成于污浊一样，对不对？你要去做功德才能净化，就是为他消业，消了业他才能够去往好处往生要不然的话呢，他功德不够。就算在庙里嘛，就是佛菩萨就想帮他的话，说那你的功德不够，你的儿女都不孝顺，借这个机会也要度你的这个大闺女，能孝顺一下你，帮助你一下，你就能去好地方。所以在传达着这个讯息，给你姐要传话，为父亲做功德希望做一个孝顺女儿。感恩师父。师父，那还有一位网友，他也是梦到了往生的母亲站在2面没有墙的房子里晒太阳，那个时候太阳就像下午2点多的时候的太阳。想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什么样的一种寓意呀？我觉得我就是要直觉我的直觉就是还没有去转世，没有转世投胎，可能还在下面，就是需要他这个家人做功德。一个房子里头没有2面的墙，就缺少这份功德呀，缺少功德，你要把那个墙要补起来了，才成一个完善的房屋呀。对，他缺少这个，否则不能转生。尤其是说像2点来钟的太阳呢，就是太阳还很热烈而且呢还没到晚，还来得及。对。好，还有一位网友呢，师父好，弟子梦见去世的姥爷。那姥爷他在世的时候，因为交通事故呢，双腿几10年都不能走路了。那我梦见他的时候呢，看到了这个姥爷的样子，他慢慢的向我走过来，我还说姥爷您能走路了？他说说完话呢，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走的时候身体变得越来越小，变成一个小男孩的样子，消失了。师父，这是我姥爷投胎了吗？非常是投胎的嫌疑对，而且这个像这么直白嘛，一个老人家在你的梦中的电影中就变成一个小男孩走了，那就是已经很明白了，并且转生到你一家成为小男孩。对，如果有快乐感的话，就说明到那边还是富贵快乐的。哎呦，感恩师父。对，这个梦还不错。我看好几个网友都是梦见已经往生的亲人和自己吃饭的，那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种不是特别好对，尤其是他这个节日还有忌日，通常要给他烧钱供些食物给他。对，这是我的看法。请问师父，什么叫做的大供养？因为在这部经里面，佛陀也还有菩萨，包括鬼王也都3番几次之后，你要做大供养。那什么叫大供养？你像前面我们记得讲到的时候，就当时对地藏王菩萨的前世，光目女变卖她家宅所爱，对不对？对于那个家庭来说，这个算是大供养，算是大供养。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比较贫穷的可能没有太多的钱财，
但是它也是一颗真心，就像我们以前讲的那个供灯的那贫女供灯，贫女供灯，对，他仅有的1块钱拿出来供灯，可他的供灯的功德就非常之大，那也相当于他倾其所有了，这也叫大其实就是一个数字的一个比例问题，是的，对吧？我100万我拿了1万，是吧？那就比较少了，对，所以如果你100万你拿了30万也算吧，大供养，我只能这么说吧，也算。但是从我们法门来说，我们是照顾到大家生活的安全性哈，并不希望你掏很多钱影响到你家的正常的生活，那我们是不乐意哈。对，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通过这次经典，大家会改掉很多毛病，会找到自己真正的人生方向啊。还有呢，很多事儿不做了哈，不奢侈，不夸张啊，不偷盗啊，不骗人啊，对呀，不说谎，哎，还有呢，不浪费啊，还要不好高骛远，哎，还呢，不傲慢啊，那反而是学会尊重他人。所以这部经典当中最重要，大家学会了哈，这个我们做不好就会入地狱。今天不管你今天的有钱没钱，和下不下地狱根本是2回事儿，是吧？你只是贪财而获得了富贵之后，你只能下地狱，因为你没有功德，更不要说是钱是骗来的，那就更麻烦了。那么还有一个现象说，你得的重病，还有你的亲人，你在梦到他那些问题的时候，需要去做这个功德。你的长辈，尤其是去世的人，如果在地狱在受苦，我们这一生能够吉祥是不容易的呀，所以希望你做这个功德，才能够让你和你的后人，还有你自己的未来，才可能不在地狱。那不在地狱，要么就到富贵的人间，或者到天国呀，甚至去极乐世界啊。好，希望大家能听懂，能够去照做去执行要说到做到。好，祝福大家幸福安康，长命百岁，功德无量，全家幸福。